出去潜水都应该带什么备用装备？大家好，我是许道，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今天这期潜水教学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潜水10年来经常坏、经常需要有备份的潜水装备，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出去潜水的时候，往往呢大家会发现你的这个东西坏了，那个东西坏了，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去出国潜水，那么有可能它会非常影响你的这个整个旅游的这个感受啊。如果当地的潜店没有合适的你能用的装备，再比如说你是去船潜，你上了船，船上没有你需要备份的东西，那么也很麻烦啊。当然了，如果你是岸潜，你有车，你的东西都在旁边，那还好说一点。总之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它经常会坏，反而它不是很贵，如果你没有，很有可能会影响你这次潜水，会非常麻烦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以前有一期视频是介绍给大家，我去潜水的时候，我东西都会分成几大块，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潜水的这个防水袋啊，我会拿到这个船上面。这个防水袋里面呢，我一定会放一个这个备用的工具和备用的零件包。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看一看我都带什么。然后呢，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你们可以互相调整里面的东西。当然了，我里面带的这些东西都是我经常会用到的。就是这个盒子了，这个盒子其实就是大家随便买的任何一款潜水镜面镜的盒子都可以用啊，没有任何的高端的特点来讲，你只要把东西放在里面，它不被挤压就行了。我跟大家看一下我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啊。首先最容易坏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你的脚蹼的后面这根带子。这根带子你们可以买一根备用的，任何脚蹼的带子现在它基本上后面这个卡口啊都是通用的，套进去一卡就可以。这个带子它什么时候坏？往往是你在下水前装备都穿好，最后穿脚蹼的时候，因为这个橡胶常年老化，因为它是一直吃劲，而且是吃很大的劲，你经常去踢嘛，所以它会在最差的那一刻坏。所以呢，你如果没有备份，你基本上这次潜水就废了，会非常的麻烦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带啊，多买一根这根潜水的这个备用的带子就好。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看看我带什么，我会带一副我的这个备用的隐形眼镜和这个隐形眼镜盒。如果你配用的是这种带度数的蛙镜呢，那么我建议你带2套这个蛙镜，这样子。我下水的时候之前我都会带2套镜子，一个是放在我的这个潜水的这个包里面啊，还有一个是就是跟着我下水，因为面镜嘛，如果坏了或者这个带子坏了，你当时换会很麻烦，你直接拿一个备用的出来就好，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要带2个的。如果你近视的话，我为什么建议你也带一副就是备用的这个隐形眼镜啊？因为我是戴隐形眼镜潜水嘛，你经常会发现，就是你潜水的时候，可能隐形眼镜被进水的时候冲掉了。如果你控制的好的话，还 OK。如果冲掉一个呢，很麻烦。那么你这一潜结束的时候，你下一潜可以把备用的换上，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眼睛里进了沙子或者其他东西，你要洗掉，把这个旧的扔掉，你还有一副，不然会很麻烦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近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带一副，至少一副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早上起来你戴着眼镜出去玩，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你戴的是眼镜哦，然后你下水前你会发现，哎，我的面镜戴不上去了。你有没有戴隐形眼镜怎么办？你只要带了你这个备用的这个工具包啊，里面有一副，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些看似小的事情，往往少一个东西就会毁掉你这次潜水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潜水电脑可以换的这个备用电池和这些螺丝刀工具啊。你像我的潜水电脑，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经常主要用的是这个 Oceanic 的 OCM 嘛，它后面就有4个小螺丝这样子，1、2、3、4。那么我带的这个螺丝刀，它的这个尖头啊，就是可以把这4颗螺丝一个一个都卸开的。卸开以后呢，我还带了有这个备用电池，同样的电池啊。往往电池是在你下水要用的时候，你发现没有电，你这一潜它就在闪，那么你下一潜之前就可以把它换掉。别忘了带上你这个油脂啊 ，Grease 这样子，然后在它那个 O-ring 橡胶圈上抹一圈，然后再去用，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会漏水，你这个电脑就废了啊。在这里跟大家先讲一下啊，我的水下摄影滤镜包前一阵子上线了啊，有很多朋友呢都觉着不错，它可以帮你水下的照片啊一键还原它偏色发绿没有色彩的问题啊。这是我前2、3年经过大量的我自己的照片和实践去总结出来的经验啊，可以非常快的帮你恢复，比如你在游泳池里面拍的美人鱼的照片啊，或者在这种海里面，对吧？偏光的情况下，
拍出来那种发灰蒙蒙的那个照片啊。你只要用这个滤镜包，你基本上一键可以调到一个你非常就是好的起始点，再加微调就可以恢复到你原来的情况啊。我把购买链接呢放在视频的下面，大家在我的网页上呢也可以找到这个滤镜包。还有一个东西要常带的就是这个转接环了啊。我的呼吸器用的是定的转接头，然后呢，很多的呼吸器用的是 Yoke 的转接头。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它们的区别就是定的那个头它是要拧进去的，而 Yoke 的头它的这个转接器已经是在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在气瓶里面上着的。然后如果你是 Yoke 的头的话，这已经是一个螺丝口了，没错吧？所以这个螺丝口呢，它是上的这个气瓶的这个接口里面的，对吧？如果你是 Yoke 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是在气瓶里面，它是要顶上去的。你不知道你去的那个前店它用的气瓶是什么口，所以你这个东西要带。这个定的这个口是备用的。如果它是用的是 Yoke 的口的话，如果它需要你这个东西，你可以把这个转接器呢直接上到你的这个定的上面，你瞬间这个呼吸器的后面一级头啊，它就变成了一个 Yoke 这个转接口，没错吧？所以说你出国的时候这些东西一定要带，你指不定它当地是什么样的情况。当然了，如果它的气瓶里面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没有了，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塞进去，这个都是通用的啊。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容易坏的一个东西，因为就是它的橡胶圈。你看它正面反面都有橡胶圈嘛，我丢了不止一次。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气瓶满气的时候，前面会用胶带给你贴上去，现在都不太用了，因为不环保。然后你胶带一撕，那个粘的那个橡胶圈就出来，然后你下水之前发现你这个气怎么打都漏气。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啊，就是买几个这个橡胶圈啊，把它提前呢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呢，它上面已经有油脂了，而且呢，这灰也不会进去，你套上去就可以。这个东西可能只要5分钱啊，甚至我估计就是基本上你买一个就是这种套餐里面有10来个、20个，你可能这一辈子都用不完。但是你需要用的时候，那一个没有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麻烦啊，非常的讨厌。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我还带了一些工具啊，这些工具就是这些都是干嘛用的？这些工具全部都是你的1级头上面这些东西要用，还有2级头。你看这个，如果你用气瓶的时候，你要想把你的这个定的头塞到它这个 Yoke 的这个气瓶里面，如果没有这个转接器怎么办？你有这个扳手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把它塞进去这样子，然后把这个转出来，明白了吧？这个是第2种方法，就是把它这个转接头转出来，然后你没有转接头的呼吸器也是可以用的。然后这3个扳手是干嘛的？这3个扳手就是在你的呼吸器的任何一个管子出现漏的情况下啊，你要把它卸下来，换一根上去。你看你所有的这个呼吸器这个连接1级头的这些管子，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小的啊，你只要找一个扳手跟它大小是一样，能掏进去的，或者用这种扳手2个卡着就能把它卸下来。然后呢，船上一般它都会多放这么1、2根备用的啊，这样子你换上去马上就可以切。这个出现坏的几率非常的小，但是我以前教学生的时候，有学生拿这个新的 BCD 上来的时候，然后它的管子上面呢，它就没有连 BCD 的那根管子，它只有 BCD 和那根新管子，它没有连到它那个1级头上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幸亏我带的有这个东西，因为你手拧是拧不紧的嘛，所以就是说你看似一个小小的工具啊，有可能能毁了你的这一次潜水，也可以帮到别人就是了，让他继续这一次去潜水啊。然后最后在我的这个包里面呢，我还放了一个这个就是腰带这个卡口啊，因为有的时候腰带上面你会卡一些东西，为了不让它走，你把腰带就卡到这个地方，它的东西就不会晃。还有一些这些小的这些6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一些这些小的零件啊，它就会用上这个非常常用的东西。最后我这还有一个这个新西兰这个5毛钱的硬币，有的时候你要开一些电池啊，这些舱盖，我还有2个其他的潜水电脑是有一个电池就可以开的啊。所以这些东西我基本上带的都有。然后呢，还有一个备用的这个表带，这样的这个备用的表带就是给干衣用的啊，因为你的潜水电脑你的表带只够11，
如果你穿干衣，你忘了带表带，你的潜水电脑带不上去，那就很讨厌。你下水的时候你带不到手腕上，你就得放在其他的地方。所以呢，我放一个备用的表带在这儿，可以把这个潜水电脑的这个后面啊，这个延长就可以穿到干衣上面，这样子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所有的这些东西大家可以看，都是在你基本上要下水前你才会发现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常年跟着我走，而不是说的是我想要用的时候再去找它。我上了船它就在船上，我如果出国潜水它就跟着我出国，如果我是岸潜的话它就一定在我的车里面，因为我永远都会带那个潜水的这个防水袋，这个防水袋里面有吃的有喝的，最底下压的永远就是这个备用的这个装备包啊。希望这一期视频呢有帮助到大家。你们以前潜水的时候都遇到过什么样的棘手的问题，什么东西坏了？欢迎大家弹幕留言在底下呢写给我，我也很有兴趣知道大家都爱换什么东西，我以后也呢可以添到我的这个备用工具包里面。也非常鼓励大家也都准备一个这样的面镜盒啊，把你们需要常用的东西都放进去，所以以后想用的时候它一定就会在里面，就不会丢嘛，不会乱，而不是说每一次想我可能要什么再去放，那样很容易就乱了啊。谢谢大家的收看，你觉得有用呢，请转发给你的朋友，喜欢呢请点赞，没有订阅的话呢，请点一下订阅和这个提醒的小铃铛啊。我们下一期再见啊。